在分岔路抉择的两端，难选择不知怎么办，轻易之间让心为难。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对与错无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拒绝这诱惑的迷幻，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。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，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。我不断反复地想燃起心中太阳，朝着光一定不会迷惘，驱散心里的黑暗，举起不屈的能量。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信仰。我问你，罗露露是不是你放走的？你说什么？你逮捕她的那一天，是不是假装被人打晕放她走？子杰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放走她？因为她是你妈妈。难怪她不要说出真相，因为她在保护的人就是你。你怎么可以这样看我？在你眼中，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？上次为了中正的事，你可以违反程序，现在是你亲生母亲，你不会保护她吗？子杰，什么人都可以怀疑我，可是你是我的妻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不信任我呢？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这么重要的事你都不告诉我，你有把我当弃子看待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不告诉你是不想你感到困扰。是你自己困扰吧？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，你到底要我怎么解释，你才肯相信我？我都说了，罗露露对我是没有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姐姐，对不起。孩子，真的没有。医生说胎儿本来就不稳，所以才会流产。很多妇女第一次怀孕都有这个问题。子杰，我们以后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啊！出去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出去。子杰什么时候出院？明天下午。在这个时候最需要你，你应该多陪陪他。他想自己静一静，他见到我只会让自己不开心。
他是替你隐瞒和罗露露的关系，这是能理解的。女人嘛，就让她，讨好她一下，很快就气消了。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他现在不止气我瞒出真相，还怀疑我是不是故意放走罗露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被打晕的吗？是 Jimmy 告诉我的。那天碰到他，闲聊了一下。子杰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好好跟他谈一谈，他会明白的。我太了解他的性格了，要他相信我，除非我立刻找到袭击我的人是谁。那当时有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啊？我倒下的时候，模糊中只看到一双男人的脚。那有没有查到对方的身份啊？线索有限，加上罗露露怎么都不肯透露对方的身份，所以根本无从着手去查。不简单啊，说不定他早已经离开本地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Boss， 打完船了，是啊，出来松松筋骨。放松一下心情是好事，可是放松了警惕就不是那么好了。魏蓝天毕竟是个警察。放心，我以后会尽量少见他。那倒不用，魏蓝天是个资源，把他留在身边，以后可能有用得到的地方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宇宙之光的计划进行得怎样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筹到将近1200万，比我们原定的时间要快2个星期。我们计划在这个星期内举办几场大型招募会，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会员加入，我相信很快就能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。那之前露露负责的项目，现在由谁来负责？由我暂时看着。露露在被抓之前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我了。我们已经通过手头上的几个情侣，把800万转账到集团国外的10个户口。这次你最好看紧了，我不想看到类似露露的事情再发生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哎，怎么在这里等我啊？有急事吗？没什么急事，只是想跟你报告好消息。进来吧。昨天的讲座，宇宙之光又筹到了300万，达到了新高。我想趁热打铁，多加几个项目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你写份计划书，我再考虑。我做好了，你看看。有备而来，你办事越来越有效率了。都是跟你学的。要成功就不能坐这等机会，要自己创造机会。我想用成绩来证明我的办事能力。计划书我会详细看的。还有其他事吗？其实我手上的项目也不多，我还可以帮你负责其他的业务的，例如露露之前负责的工作，我也可以胜任。我想过了，我们可以利用。我知道你很有本事，我是希望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宇宙之光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知道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
就是这里了。还好这锁匙扣的字迹能够还原，要不然我们就失去了这个重要的线索。VJ 呢？ Excuse me, who's the in charge here? 哦，我就是。啊，你是白飞装修公司的老板程耀先生吗？啊，对。你好，我是交通警局的副调查主任廖心怡。程先生，请问认得出这一串锁匙吗？认得，为什么会在你们那里？你是不是有个员工叫库玛莎玛？哦，这串锁匙就是他的啊。他本来今天应该来邮去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人影。他死了，尸体被发现在树林里。我们发现他是逾期逗留的劳工，他又是你的员工，所以我们怀疑他的死跟你有关。不关我的事啊，之前还好好的，几天前突然失踪，我根本联络不上他。那你为什么不报警？我不敢报警，因为他是非法劳工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是正当生意人，干嘛杀人？你穿几号鞋子啊10号。 4月18号晚上12点左右，你在哪里啊？家里。那天我儿子生日，我在家里为他庆祝。你不相信，可以去问我家人啊。我们找到了死者库玛莎玛的雇主程耀。案发当晚，程耀和家人在家里替儿子庆祝生日，所以他有不在现场的时间证人。程耀的鞋子尺码是10号，跟现场找到的8号鞋印不符。我们也搜查过他家，没有发现吻合鞋印的鞋子。死者的同事也表示，死者和程耀相处和睦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，所以我们可以排除程耀杀害库玛莎玛的嫌疑。根据死者同事的口供，死者为人随和，不曾和人结怨，而且案发以后身上的财物也没有不见，证明不是被人谋财害命。我们也在死者的裤管上发现了血迹，经过化验后证实不属于死者的。这是藏尸附近发现的鞋印，尺码是8号。从鞋底的纹路可以看出是属于高档品牌 Rida 的运动鞋子。种种证据显示，库玛莎玛是死于意外车祸。那么梁骑士投诉的那辆汽车，就是撞死库玛莎玛的那辆汽车吗？梁骑士已经证实，当晚撞到他的就是撞死库玛莎玛的同样车子，也就是赵永伦报失的汽车。根据我们所收到的资料，肇祸司机应该是把尸体藏在蛮来之后，再到沈保湾丢弃车子。所以我们之前检查车祸现场到丢弃车子现场之间路段的 CCTV， 才没有发现肇祸汽车的踪迹。我会重新检查那些路段的 CCTV， 应该会有所发现。好。另外，梁骑士在蛮来被撞的时候是晚上10点半左右。从蛮来到沈保湾大概需要20分钟的车程，也就是说，肇祸司机把车子开到沈保湾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11点了。那里偏僻，附近又没有巴士车站，所以我估计肇祸司机应该是搭德士回去。Tony， 你向德士公司询问，看看当天晚上有没有德士司机在那里载过什么人。Yes, ma'am。现在肇祸司机的尸体都找到了，可是为什么还是没有桂发的消息？你说他到底去了哪里？我听其他同事说，桂祥自从弟弟失踪后，天天都在找线索，有时候连午餐都没吃。我相信张桂发的失踪和肇祸司机有关联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把肇祸司机揪出来，才能够找到张桂发。Yes, ma'am。Good morning。早。今天这么早起啊？我约了人。行李都收拾好了没有啊？收拾了。我今晚可能会工作到很晚，你就不用等我回来吃饭了。哦。姐，你还在调查那宗离奇车祸吗？我从报纸读到说，警察已经找到了尸体，是个外劳。这个外劳挺可怜的，听说他家里有3个小孩，还有一个老妈妈。他为了来新加坡，到处跟人家借钱，现在不但赚不到钱，家里人还得替他还一笔债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去开门。可以走了吧？
我去拿包。永伦，心怡姐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早餐？不了，我们约朋友。你也喜欢穿 Rida 牌子的运动鞋吗？听说这个牌子在新加坡很难买到的。好像是，我不清楚。我本来想买一双给耀佳，但是没有她的尺码。你也跟她一样穿9号吗？我穿8号。姐，我们有点赶时间，先走了。我们真的要这样一走了之吗？你怎么了？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可是我是觉得我们不能这样不负责任。没办法，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我不想一错再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明天就要走了，不要想这么多了。只要离开这里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。是，我们是逃得过法律的制裁，但是我们逃不过一辈子良心的谴责。不如我们去自首吧。你说什么？别闹了！我是认真的，我真的想去自首。你不能这么做，你自首，我们都会被抓的。那难道你就能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想再去想那么多了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被我们撞死的老公他有多可怜？他一家都是靠他养的，他现在走了，他们不但失去了一个亲人，还得帮他还债，这都是我们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又不是故意撞死他的，这是一场意外。即使我们现在去自首，他也活不回来啊。他家人现在最需要的是钱，我们可以捐钱给他。等我一离开新加坡，我会去叫人打听他家人的下落，然后寄钱给他，好吗？走吧，我们还要去买东西。Bernard 跟 Bell 在等我们。爸，什么事？现在？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我不可以陪你去了。我daddy说有亲戚要跟我践行，叫我马上回家。答应我，照着原定计划进行 ，OK？ 那我们明天机场见吧。秃头哥哥，什么事啊？我已经约了朋友嘞。我现在在市区的购物中心。你在附近啊？OK， 好了，拜拜。喂，木头哥哥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赶时间。赶什么时间？赶去哪里？约朋友啦。谁？朋友啦。哎呦，干嘛啦？为什么忽然间回加拿大？之前都没有听你说过的。我已经说了很多遍，因为我想念 Daddy 跟妈咪，而且我不习惯新加坡的生活。住那么久才不习惯啊？那永伦怎么办？他也是要出国，他决定到加拿大念书。
爱情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，木头哥哥？我真的要走了啦。那么快走干嘛？吃个饭，喝杯茶再走啊。等一下。都几点了？他人都没来。你很可爱啊，你也喜欢这些小孩子的漫画？这是我弟弟的杰作，他每次拿我电话来玩，把我 wallpaper 都换了。这是他最喜欢的漫画。不是我拿你的，你自己掉的。谢谢你。你也喜欢看这种漫画？是我的朋友叫我帮他买的。那个朋友已经在催我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去哪里？我送你啊。不用，我只是去乌节路，搭地铁很方便的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调查主任廖心怡，我们在这里附近做一些调查，想问你们一些问题。想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有。你有见过他们吗？你真的觉得这里会有线索吗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赵永伦可能跟这个案件有关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我们就有必要来这里重新调查。案件是晚上发生的，或许我们晚上来会更有收获。这点我知道，但是据我所知，赵永伦明天就要出国读书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。Hello， 好。昨晚一钓通宵啊？是啊。收获怎么样啊？还好啊。哎 ，Madam， 你没有来查案啊？是啊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好。我是交通警局的副调查主任廖心怡。请问4月18号晚上，你有没有在这里钓鱼？4月18号周末有，应该有。那你有没有见过这几个人啊？哦，有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他们刚好要离开，吵得要死，又唱又叫，疯疯癫癫的，走都走不稳。还有这位男的，还把我的鱼缸撞掉，然后这位帮我捡起来，还对着我傻笑。你记不记得当时是几点钟？大概10点左右吧。那后来他们去了哪里？他们就上了一辆车，然后像风一样开走了。是不是这辆车？好像是，肯定是这个牌子的车，应该是这个颜色。你们找永伦什么事？赵部长你好，我是交通警局的副调查主任廖心怡，这位是我们的调查官韩小阳。赵部长你好，我们怀疑你的儿子赵永伦涉及了一起肇事逃逸的交通事故，需要他协助调查。肇事逃逸？是的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赵永伦撞死人之后丢弃了尸体，然后再向警方谎报车子不见。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有没有查清楚？我们是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才采取行动的。我们今天来是希望可以向赵永伦了解真相。心怡姐，这位警官说你开车肇事逃逸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没有。永伦，根据你的口供，今年4月18号晚上12点多，你的汽车不见了，是不是？是。请你不要再跟我们撒谎了。我没有撒谎。我们已经发现你的汽车并没有被偷。
当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，你还是开着车子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你们认错人了。好，那请你告诉我，你的车子是在哪里被偷的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在 Gardens by the Bay 的停车场。永伦，我们有目击者看到当天晚上10点多你们从那里离开。另外，我们在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找到了一对鞋印，这对鞋印跟你所穿的鞋子的牌子、款式，甚至尺码是一样的。我们怀疑是你留下的。这是很严重的指控，你们不能单凭这些线索就怀疑永伦。赵部长，到目前为止，永伦的嫌疑最大，所以我们才会需要他协助我们调查。你们要他怎么协助？我们在死者的裤管上发现了一些血迹，经过 DNA 检验后证实不属于死者的。我们怀疑是嫌犯在处理尸体时遗留下来的。我们需要永伦进行 DNA 检验来做个比对。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，你到底有没有撞死人？爸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他呢？他有事不能来。这个死小孩烦死人了！你看好他，别让他溜了。知道了。走。知道了。小弟弟，乖，不要哭，姐姐现在就带你回家 ，OK？ 你们是不是要杀我？不要杀我！不会，我们不会杀你。姐姐现在就带你回家，然后去自首。什么是自首？姐姐做错了一些事情，要去跟警察认错。哎，小弟弟，别乱跑！小弟弟，别乱跑！小弟弟，别乱跑！哎，小弟弟，别乱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不会杀你的！小姐，你干什么？龙哥，救命啊！他们要杀我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姐姐已经告诉我，永乐已经交代一切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不是你以前受的教训还不够啊？郑婷，郑婷怎么样了？还在急救。
里面情况怎么样了？病人目前情况危险，医生还在抢救当中。爸爸，桂花，桂花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放学了不回家，到处乱跑，这么不懂事，你知道吗？爸有多担心你啊！我不是乱跑，我是被坏人抓去。你是 Spider-Man 的儿子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有手有脚，你怎么不会跑呢？会给他们抓去。他们一天到晚都把我绑住，小便都不能，怎么跑？好啦，他已经被吓得半死了，你不要再讲他了啦。你知道吗？老爸这几天没吃没睡，到处在找你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也跟你一样，睡不好就睡不好。是哥哥没用，没有早点把你救出来。不要自责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桂花，现在没事了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没事了。桂花，你回去好好睡觉，水美姐姐煮饭给你吃 ，OK？ 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嗯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吗？你们先回，我想跟小杨了解一下案情。哦。赵永伦起初不肯认罪，但后来我们说要替他验 DNA， 他知道没有办法抵赖，才承认撞人、藏尸、汽车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。他们怎么这样大胆？可能是一念之差吧。如果当晚没有嗑药，可能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那晚，他们4个人在海边嗑药，大约晚上10点多，决定开车去兜风。负责开车的人是赵永伦，当时车子开得很快，加上他们嗑了药，情绪很嗨，所以当车子来到欧坦本内苏时，并没有留意到正在过马路的库玛莎玛，结果把他撞死了。你想干嘛？不准报警！我们嗑了药，要被抓去坐牢的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尸体搬走，快点离开这里！有人抬脚。桂发因为睡过了站，在那里下车，刚好看到了这一幕。走。喂，你们干什么搬啊？看到了，快点啦！没错，开车啊！后来他们决定把尸体丢在万里的树林。就在前往的路上，差点撞上一个骑脚踏车的男子。我是不是又撞到人了？没事没事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喂，撞到我了你还跑？岂有此理！我一定要干到你坐牢！快点去那边！翻一身，你翻一身，进去点，进去。好，来来。1、2、3。
埋起来，快点快点！好，走，快点！没想到一场单纯的车祸会变得那么复杂，又藏尸又骑车，还非法禁锢。如果他们一开始能够勇于认错，就不会导致一错再错，回不了头了。哎，心理和药家在那里。镇定会没事的。心怡呀，爷爷，郑天怎么样了？伤到哪里？会不会严重啊？医生也没有说什么，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快告诉奶奶啊，她怎样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郑天会受伤的？他非法禁锢了一个小孩，被我发现了。后来他很害怕，想要逃跑，我就追。他不小心就跌下了楼。郑天最近都很乖的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？你们警察一定是搞错了。爷爷，郑婷真的做错了。就算他是错了，你为什么要追他？你不追他就没事了嘛。奶奶，郑婷不会有事的，她不会有事的。姐，你不要吓我，你快点起来好不好？爸，好好的人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？伯父，你们也饿了吧？要不要吃什么？我去买吧。我不想吃，我也不想见到你。你给我出去！是。局长怎么说？社说，虽然我没有包庇罗露露，但是没有据实呈报我们的关系，就已经触犯了警察守则。按程序，一定要接受调查，才知道什么纪律处分。调查期间，社要我休假2个星期。这么严重啊？没事的。说出来，心情反而轻松多了。隐瞒事实真的是不好受的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就利用这2个星期，好好的把老婆哄回来。他的心情还是很低落吗？比之前好多了，至少他现在愿意跟我说话。加油！男人哄女人就跟大人哄小孩一样，耐心点就行了。祸是我闯的，不耐心也不行了。需要我帮忙，尽管开口。谢了，不过不到最后1分钟，我是不会出动你这个秘密武器的。哎，对了，下午我约了钟正吃午餐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不了，我约了人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来，
昨天的粥淡了一点，今天煮的是不是比较有味道？比昨天好。那你明天想吃什么？我煮给你吃。反正我这2个星期放假，你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包在我身上。我能照顾自己，不需要你请假。我今天见了Sir，向他汇报了我和罗露露的关系。在调查期间，Sir要我休假2个星期。对不起，直姐，我没早一点把罗露露是我亲生母亲的真相告诉你。不过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包庇罗露露。如果我不相信你，会跟你同桌吃饭吗？你真的相信我？你不再生我的气了？我当时生气，是担心你因为罗露露失去理智，被人利用。我不要你因为一时糊涂，做出让自己一辈子后悔的事。只要你相信我，不管上头对我采取什么处分，都不重要了。如果一开始你对我坦白，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。是我不好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们的孩子。或许我们跟这个孩子没有缘分吧。直姐，直姐，以后我一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，开心的、不开心的事都告诉你，绝不会对你有所隐瞒。我站在分岔路抉择的两端，难选择不知怎么办，轻易之间让心为难。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。对与错误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拒绝这诱惑的迷幻，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。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，要感受心中那股炙热力量。我不断反复的想燃起心中太阳。